下，似乎有什麼在吸引着我。這裡果然是一處寶地。你說什麼，冰冰？這萬載玄冰髓，我至少先要吸收一半。前面的溫度，估計已經接近絕對0度了。這裡的冰，似乎連靈魂都能夠凍結，好神奇。絕世唐門128集，冰帝叛變要離開霍雨浩，雪帝恢復記憶，怒殺天夢冰殘。冰帝為天夢冰殘報仇，大戰雪帝。霍雨浩在來到地龍門的秘境後，進入了一口奇異的寒泉中。這泉水溫度極低，卻不會凍結，水中蘊含着精純而冰冷的天地元氣。這種環境對於普通魂師來說是難以承受的消耗，但對於擁有極致之冰武魂的霍雨浩而言，卻如同滋補品一般，不僅沒有不良影響，反而能滋養他的力量。霍雨浩運轉魂力向泉水深處下潛，在30米處有一股強烈的寒流從下方湧出，那裡並非泉底，而是一個巨大的泉眼，其寒冷程度讓他感到震驚，竟然與他曾經見識過的冰火兩仪眼中的寒極冰泉不相上下。儘管對泉眼充滿興趣，霍雨浩還是決定先完成首要任務，尋找洞府。憑借精神力的掃描，他在冰冷的石壁上找到了地龍門設置的隱蔽機關，成功觸發機關後，一扇石門開啟，更強烈的寒流從中湧出。霍雨浩迅速進入門內，內部的溫度卻低得可怕，整個洞窟呈現出一種夢幻般的碧藍色，洞壁、頂部和地面都密布着一種晶瑩剔透的晶體。冰帝見到此景，情緒異常激動，他辨認出這些晶體正是傳說中的冰極神晶，而能孕育出如此多冰極神晶的地方，附近必然存在一個更珍貴的万載玄冰窟。冰帝向霍雨浩解釋，萬載玄冰窟对於冰屬性魂獸而言，是堪比星斗大森林生命之湖的至高寶地。冰帝甚至感嘆，如果早年他能找到這樣的地方，或許就能突破自身瓶頸，達到與獸神帝天比肩的境界。此時，霍雨浩的另一個魂靈天夢冰殘也現身，他證實了冰帝的說法，並提及自己當年就是依靠在萬載玄冰窟中發現的萬載玄冰髓，才得以晉升為100萬年魂獸。冰帝進一步說明，眼前的這個洞窟並非萬載玄冰窟本身，而是其半生礦脈，真正的核心精華可能位於下方的泉眼之中。這裡的冰極神晶雖然價值略遜於萬載玄冰髓，但也是頂級的冰屬性稀有金屬。在冰帝的指導下，霍雨浩開始採集這些珍貴的冰極神晶。隨着他不斷採集，洞窟內的冰極神晶被一掃而空，外界的寒泉水瞬間湧入洞窟。霍雨浩再次潛入寒泉，他的目標直指那深不見底的泉眼。越靠近泉眼，水壓越大，溫度也急劇降低到一種匪夷所思的程度。为了應對，冰帝、雪帝魂靈以及8角玄冰草紛紛顯現，共同輔助他抵禦這股連他都感到吃力的極致寒意。在泉眼入口處，霍雨浩嘗試用精神力進行探測，卻發現這裡濃稠到極致的冰元素能量竟然嚴重干擾了他的精神探測。於是他讓對冰屬性更為精通的冰帝先以一縷靈石進入探查。冰帝很快返回，帶着興奮確認內部安全。霍雨浩於是咬牙潛入泉眼，內部的寒流如同無數冰針，瘋狂侵襲他的身體。即便有3大魂靈輔助，他也感到全身僵硬，行動困難。更嚴峻的是，隨着下潛深度超過50米，強烈的窒息感和巨大的水壓讓他逼近生理極限，全靠意志力在支撐。就在他幾乎要放棄時，前方豁然開朗，他跌入了一個沒有泉水、完全由恐怖寒意充斥的微小洞窟之中。一次下意識的呼吸，差點釀成大禍。洞窟內接近絕對0度的寒氣瞬間湧入他體內，不僅凍結了他的身體，甚至連他的靈魂都仿佛要被凝固。危急關頭，他額頭的命運之眼和魂核自動激發，龐大的精神力強行護住他的意識。這時他才看清，這個不足10平方米的小小空間裡，縱橫交錯的生長着10幾根潔白如玉的奇異冰柱，這正是冰帝之前提及的萬載玄冰髓。冰帝向霍雨浩解釋，此地的萬載玄冰髓雖然數量不如天夢冰殘當年遇到的那麼多，但由於空間密閉，寒氣無法逸散，其溫度已無限接近理論上的絕對0度，遠超普通的極致之冰。他此刻雖身體被凍僵，但意識清醒地體會這種極寒，對其未來的修煉有着巨大好處。接下來需要先吸收一部分萬載玄冰髓，降低此地寒氣濃度，霍雨浩才能恢復行動。就在準備吸收時，天夢冰殘和冰帝之間爆發了一場激烈的爭執。天夢冰殘敏銳地察覺到冰帝見到萬載玄冰髓後，心態產生了波動，擔心他渴望借此重塑肉身尋求獨立，從而離開霍雨浩。天夢冰殘情緒激動地指出，這條路希望渺茫，且是條不歸路，並堅決表示自己無論如何都會選擇留在霍雨浩身邊，陪伴他走下去。面對天夢冰殘的質疑和霍雨浩隨後真誠的表態，霍雨浩表示理解並尊重他們對自由的渴望，甚至願意承受失去第2武魂的代價，成全冰帝他們重塑肉身離開自己，以報答恩情。冰帝最終澄清了誤會，他承認萬載玄冰髓確實引發了他的貪念，但這並不足以動搖他的根本信念。他深知跟隨霍雨浩踏入神界才是長遠之道，吸收萬載玄冰髓是為了鞏固自身本源，更重要的是他計劃將這些能量儲存起來，以備霍
霍雨浩未來衝擊第2魂核時使用，那將大大增加他成功的幾率。冰帝還指出，天夢冰殘幫助霍雨浩在7環時就凝聚第1魂核，雖然加快了前期修煉，但也使得未來凝聚第2魂核的難度激增，可能需要數十年積累。而這些萬載玄冰髓正是破解此局的關鍵機緣。他計劃讓天夢、雪帝、八角都吸收一部分，尤其讓雪帝多吸收，以助其恢復。而霍雨浩本人只能吸收少量，避免因能量過於龐大而陷入長期沉睡。在冰帝的主持下，4大魂灵開始依次吸收萬載玄冰髓。冰帝率先行動，將其中蘊含的暗藍色液態能量吸入體內。這個過程不僅增強了他的靈識，更使其能量體變得前所未有的凝實，仿佛擁有了真實的生命軀體。他將大部分能量封印在霍雨浩的躯幹骨內，為未來衝擊第2魂核做準備。天夢冰殘在一旁緊張的守護，最終冰帝成功吸收了9根萬載玄冰髓，達到了自身極限。接下來輪到雪帝，他的吸收方式更為直接高效，雙手齊出，吸收速度遠超冰帝。更令人驚奇的是，隨着能量的湧入，他的身體形態也從少女迅速成長，恢復到了成年雪帝的模樣。在吸收了13根冰髓後，他並未停止，而是施展出一種玄奧的法诀，凝聚出7朵冰花符文，将另外7根萬載玄冰髓的能量封印其中，化為一條手鏈戴在腕上。完成吸收後，雪帝正式宣布自己恢復了全部记憶。這一消息讓霍雨浩和天夢冰殘心中都頗為忐忑，擔心這位曾經位列10大凶獸前3的強者是否會選擇離開霍雨浩。而雪帝明確表示，他既是過去的雪帝，也是現在的雪女，承諾將為了報答霍雨浩的再造之恩，陪伴他一直走下去。無論最終能否突破神界壁壘，他都會守護他到生命的盡頭。他與冰帝激動相擁，霍雨浩也終於放下心來。隨後，雪帝注意到了霍雨浩胸前受神帝天留下的逆鱗，言語間流露出對這位獸神的不屑，並自信地表示，未來他們將幫助霍雨浩擺脫這個束縛。他建議霍雨浩在達到8環後，前往極北之地進行特殊修煉，並承諾將與冰帝一同親自指導他掌控冰之力的精妙法門。此時，天夢冰殘開始吸收屬於他的那份萬載玄冰髓。由於他早年的根基和與霍雨浩的深度融合，吸收過程雖然緩慢，但很穩定。最後輪到八角玄冰草，它作為植物系魂靈，吸收方式更為溫和，將能量融入自身的枝葉脈絡之中。隨着4大魂靈的吸收，洞窟內近3/4的萬載玄冰髓被消耗，原本恐怖到極致的低溫也隨之顯著下降。霍雨浩感受到的身體壓力大大減輕。現在終於輪到他本人來吸收這剩餘的能量，以完成此次機緣的最後一步。在等待天夢冰殘和八角玄冰草吸收能量的過程中，雪帝決定開始履行他的承諾，指導霍雨浩真正的控冰之法。他將手按在霍雨浩的額頭，將他的意念帶入了一個純粹的精神世界。在這個世界裡，雪帝從最基礎的水元素開始講解，闡述了冰與雪的本質都是水，只是形態因溫度而變化。他讓霍雨浩親身感受水珠凝結成冰以及冰融化為水的過程，深刻體會其中熱量釋放與吸收的原理。雪帝指出，控冰之法的第一層關鍵在於理解並掌控溫度變化，這並非簡單的降溫，而是對冰屬性本質規律的洞察。這次短暫卻直指本源的教導，讓霍雨浩瞬間明悟，意識到自己過去對冰的理解還遠遠不夠深入。教導結束後，冰帝與雪帝敘舊，然而雪帝的神情突然轉冷，他以天夢冰殘實力低微，如今已是廢物為由，命令冰帝親手殺掉他。見冰帝猶豫不決，甚至流露出痛苦和不捨，雪帝便親自出手，一記強大的地掌大寒無雪印在了毫無防備的天夢冰殘後心。天夢冰殘的生命氣息瞬間消散，這突如其來的變故讓冰帝瞬間崩潰，他淒厲的尖叫，拼命掙脫了雪帝的束縛，瘋狂地撲向天夢冰殘，卻被雪帝攔下。極度的悲傷和憤怒驅使冰帝對雪帝發起了猛烈的攻擊，淚珠化為蘊含魂力的冰珠滾落。他悲憤地質問雪帝為何要傷害一個與世無爭、從未威脅過任何人的天夢冰殘。在情緒失控的宣洩中，冰帝隸屬了天夢冰殘過往的悲慘遭遇，表達出深切的憐惜。面對冰帝瘋狂的攻擊和悲痛的質問，雪帝只是從容的抵擋，並未直接回答。直到他一掌將冰帝擊退，才冷靜地問出了那個關鍵的問題：冰兒，你喜歡上他了？這個問題如同驚雷，讓陷入狂怒的冰帝猛然愣住，攻擊也隨之停止。他仿佛被這個問題擊中內心，呆立在原地，一時無法回應，迫使冰帝不得不正視自己內心深處對天夢冰殘的真實情感。面對雪帝的質問，冰帝在極度的悲傷和憤怒中，終於承認了自己對天夢冰殘的感情。他凄涼地表示，雖然可能還未達到深愛的程度，但天夢冰殘的死已經讓他無法再與雪帝維繫幾十萬年的友情，因為他無法辜負天夢冰殘對他的一片深情。他認為雪帝徹底摧毀了他心中的希望。雪帝卻露出了溫暖的笑容，告訴冰帝他並沒有錯，恰恰是通過這種方式幫助冰帝看清了他自己早已深陷愛河而不自知的事實。隨着雪帝側身讓開，真相大白，天夢冰殘安然無恙地站在那裡，早已淚流滿面。原來雪帝那一掌大寒無雪並未蘊含真正的殺意，只是一場精心設計的考驗。冰帝瞬間從巨大的悲痛轉為難以置信的驚喜，他尖叫一聲，猛地撲入天夢冰殘懷中，兩人緊緊相擁，
中喜極而泣，長久以來壓抑的情感終於毫無保留地爆發出來。雪地在一旁看着，臉上露出欣慰的微笑。他告訴霍雨浩，自己恢復記憶後，覺得有必要用這種方式幫助冰帝認清內心，打破糾結。霍雨浩由衷地讚嘆雪地的用心良苦，並為天夢冰殘感到高興。冰帝在情緒平復後，因羞澀而迅速躲回霍雨浩體內，天夢冰殘則難掩激動與幸福，繼續吸收萬載玄冰髓。